别人还在野外苦苦求生时，男人已经在地下2米挖出个一室一厅，内部的设施不仅一应俱全，外部更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在这个绿意盎然的夏季，老白却带着狗子四处流浪。他发现一处被废弃的小木屋，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快要倒塌，老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他打算利用废旧的木方，重新在一旁打造一座庇护所。好在这里的泥土比较松软，这让他挖掘起来没费多少体力，很快就挖出四四方方的基坑。在野外生存就要学会利用周边资源，像这种不可多得的枕木，虽然年头比较长，但是整个木料还是非常结实，完全可以用来搭建一座庇护所。在收集的差不多以后，为了能让立柱更加持久耐用，他都会给原木进行碳化处理，直到烧成乌漆麻黑的模样。趁这个功夫，他挖出几个半米深的基坑，待把原木都碳化好以后，立柱的一端还要切成斜面，就可以将木方稳稳地放入其中。船子的一端锯出对应的凹槽，再经过凿子的细细打磨，就可以将其精准地卡在立柱上。顶部再用一根粗壮的原木做房梁，形成稳定的三角框架。随即他用斧子削了根大木棒，然后将碳化好的木锥子插进去。现在只需要将其敲击进泥土里，就可以让整个结构更加牢固。交接处用工具钻出相通的孔洞，此时只要准备好几根木栓，就可以用木棒将其狠狠敲击进去，让它们紧密连接在一起。老白用同样的方式固定了好几根。既然打算长期居住，老白不得不考虑先安装个灶台。只见他先规划好大概的轮廓，然后将附近的石头搜刮一空，这些就是搭建壁炉的最好建材。严谨的老白筛选了细腻的黄土，然后收集来一些燃烧后的炭灰，再混合着黄土搅拌在一起。此时只需要喝上一口山泉水，就能激发其内在的潜力，制作出野外最强混凝土。开始一层石头一层粘土向上垒起，虽然每块石板都是不规则形态，但老白依然给摆放的整整齐齐，摇身一变成了农用土灶台。严谨的他还给灶台做了精装修，这样就可以把顶部预留出烟囱口。就在他辛苦劳作的时候，怀春的狗子已经发了情，老白并没有时间管它，继续把烟囱垒到1米开外。老样子先点燃干柴烈火给灶台烘干，随着烟囱冒出一缕袅袅炊烟，这才腾出手把室内挖出2道土槽。他找来这种野生的沥青条，然后用木棍制作出火把，只要将其给完全的摊开，让其更好的与地面结合，再利用火把的烘烤使其完全粘连在一起。不得不说，没有这金刚钻真干不了这瓷器活。严谨的老白每个细节都很到位，很快就把地面的部分搞定。剩下的沥青条也没有浪费，全部铺满整个墙体，再用火把烘烤一番。就这种严丝合缝的处理方式，对于强迫症的我看着都好解压。而后他将木板加工成合适的长度，再用斧子进行细致的整顿，这样就可以将大小合适的木板一片片整齐划一地铺垫在地面上。现在感觉不用打扫都很干净。看着这些木方比较粗糙，但经过老白的精细化处理后平整许多。他将带有凹槽的木方沿着墙体继续垒高，而且过程中还要预留出床体。就这结实程度，就算放个200斤胖子都没问题。考虑到要节省空间，他还特意设计了个小餐桌，虽然看起来不够精致，但老白主打的就是真实，得益于外围修整的十分工整，这样他搭建墙体简单许多。很快就完成了3面墙体，好在这里的木方比较多，让他搭建起来得心应手。顶部依旧用木方斜着搭建在一起，交界处继续用木栓进行加固，虽然全程没有用一颗钉子，却比大多数房子更加坚固。而且老白还特意在顶部预留出抬头窗，这样就可以带来足够多的采光。待把屋顶搭建的差不多以后，他继续将门口2侧的空隙处用大理石高高堆起，在老白看来，唯有木头与石头的结合，搭建出来的庇护所才算得上完美。随后他收集来一堆鹅卵石，将其铺设在粗糙的地面上，既能起到隔热防火的效果，而且看起来还非常美观。要不是当初老婆不让养狗，他也不会被其离家出走，练就出一身野外生存的本领。很快用泥土加木棒延伸出结实的墙体，他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，并没有休息的意思，继续用结好的木板把壁炉的上方进行有效的过渡。这结实程度，就算来了8级大风都能稳如老狗。都说风边风9风霉运，老白自然也是尽心尽力，现在从正面看已经初具规模。考虑到屋顶防水性的问题，他继续用沥青条铺垫上去，严谨的他边边角角都很仔细，特别是烟囱的交界处，他都会用火把反复进行烘烤，确保衔接的位置都要严丝合缝。最后再用黄土将整个屋顶进行覆盖，这种双层防护就像8块腹肌的我一样给力。为了上下行走更加方便，他继续用大理石一块块向上垒出台阶，就这个规整的程度，就知道老白平时也是讲究人。
看得出来老白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。为此，他特意在屋顶栽秧了一棵小树。野外除了丰富的木材，就是这种取之不尽的草皮。老白也是毫不客气地收集一堆，将其铺满整个屋顶。现在整个庇护所看起来完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随即，他挑选了几片长相清秀的木板，将其拼接在一起，以一点为中心画出一个圆形轮廓。这就是用来搭建前脸的大门。在经过一番加工以后，老白成功地将其安装上去。此时只需安装上铰链，就可以让它们喜结连理，永不分离。不得不说，老白的手艺真是顶呱呱。为了拉升整个庇护所的档次，他继续找来这种青苔大理石，将周边的空隙处全部填满。这种木头与石头的完美结合，让庇护所直接拉升一个档次。草皮给周边做绿化，最后再铺垫上一层石板，就完成了田园式的风格装修。狗子可以肆意的在上面玩耍了。忙碌了一天，该到了干饭的时刻。只见他点燃干柴烈火，然后将切好成块的佩奇肉分别放进坛子里，荤素搭配才能干活不累。看得狗子都流下不争气的眼泪。放进壁炉里烘烤749分钟以后，就可以吃上美味的坛子肉。至此，老白带着狗子在森林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